嗨，朋友们，2026年了，你们有没有觉得有哪一个汽车品牌它是非常之独特的？那我觉得就是莲花。那因为莲花呢，它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较劲。在和什么较劲呢？在和极致的颜值较劲，在和极致的风阻系数较劲，在和极致的底盘操控去较劲。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全新车型莲花的蜂蜜。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颜值啊。其实说到莲花呢，也不得不提一下它过往的一些辉煌的历史了。它在国际上的各大顶尖赛事当中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那回归到这台蜂蜜呢，这是一台全新的车型啊。首先这车啪往这儿一摆，你会发现这好像一台超跑呀，因为它整个的车头姿态呢是向下压的，非常低趴的一个造型。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宽高比呢是1.24这个数据。那你要说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大家要知道啊，兰博基尼 Urus 那台车它的宽高比是1.23，其实就差的非常的少，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它整个的造型给到你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啊，跟大家平常见到的那种家用的 SUV 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再有就是呢，咱们可以往侧面来看啊。大家要知道，这个车上的洞越多，它肯定就是越贵的。你可以看到侧面这一块啊，真实的风洞，它整个车身上呢，一共是有4组8条的真风洞的。侧面你看这台车啊，5.1米的车长，其实它整个尺寸也是不小的。那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前悬和后悬是比较短的，这种极致的短前后悬的设计，不光能够让它的整个车内空间更大啊，其实它也是为了更加的稳，而且你在侧面看上去它也是很帅的，对不对？还有就是它这个轮胎，这可不是普通的轮胎啊，你仔细看会发现这个轮胎呢，它是倍耐力的 P0 第5代的轮胎，且它这块呢有一个专属的标识，这个 LST 的标识呢，其实就是它专门为蜂蜜这台车去定制的一个轮胎。那它这个胎面上呢是有独特的花纹的，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排水啊、耐磨，再加上它在雨季当中湿滑路面上的一个稳定性和抓地力。而且你肯定看到了这么大的尺寸的亮红色的刹车卡钳，这是 Brembo 的6活塞定制卡钳，也专门是为了这台蜂蜜去定制的啊。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这台蜂蜜是 Elytra 的混动版，但其实啊，它和 Elytra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调教的风格。那待会儿也会给大家去开起来分享一下啊。来，车尾重点你肯定发现了啊，尾翼它这个是一个主动式的尾翼，而且4档可调。当你不用的时候呢，它收起来，它就是一个非常性感的 GT 造型的一个车尾。那如果你需要急速的下压力的时候呢，它可以先展开到32度，提供112公斤的下压力。那你如果需要急速制动的时候呢，它最大可以展开到34度，这个时候呢，最大可以提供120公斤的超强的下压力。所以说，不光是为了美观，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的重大的。那 OK， 这就是这台蜂蜜它整个外观的一些设计。那咱们上车。我们来看看内饰啊，蜂蜜的内饰风格呢，其实和 Elytra 是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在这么多新能源车型当中啊，我觉得这台蜂蜜或者是 Elytra 它的内饰的原创度是非常高的啊，尤其是这个屏幕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对称的设计，就看上去非常的舒服。还有就是它整个内饰其实这个科技感呢也是做的不错的啊，屏幕啊，还有包括这个仪表屏，还有副驾的这个小小的屏幕，它整个的显示信息也是比较多的。那再有就是它这个座椅方面，其实你一坐进来能够感受到啊，它这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看上去就非常的有这种战斗的感觉，就好像你坐进来就坐上了一台超跑的赛车的感觉。那它整个的座椅的填充物呢是非常的扎实的，你可能坐时间长了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疲惫。侧翼的位置啊，它是可以联动驾驶模式去进行去收紧的。比如说你开到了运动模式，它这个侧翼会紧紧的贴着你的身体，让你会有一种下赛道的感觉。还有就是啊，它这个亮黄色的安全带也是非常的炫酷，对不对？不光颜色好看，它也是配合它整个车身的外观的这个主打色啊，里外呼应的一个感觉。那毕竟它也是一个豪华品牌的 SUV 车型，空间其实也是比较宽敞的啊。那它还有这个4座的版本可以去选择，我就觉得这个4座会更加的孤傲一些啊。
当然，它整个的前后排都是有座椅的通风、加热和按摩的，每一个座位都有哦。所以这也是豪华品牌的一个象征的体现吧。再有就是它全车啊，一共是有23个大英博物馆同款的 KF 音响。那这个音响呢，也是不分高低配的，全系标配23扬声器。那这个豪华感确实也体现出来了。朋友们，这一台蜂蜜呢是莲花旗下的首款插混的车型。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现在这个插混车型呢，越来越趋向于用大电池了。那带来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的综合续航就会更长。这台车的纯电续航里程已经达到了420公里，综合续航的话呢，更是超过了1400公里。它给自己的动力定义呢是超混 SUV， 发动机参与直驱、混动还有增程的动力形式。那带来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提升续航，还有包括它的油耗啊、电耗都会更低一些。我现在在城里开啊，你看它在低速的时候，它的电驱反应速度非常的快，介入和响应都比较的迅速。那当我踩一下油门，发动机介入的时候呢，它就会有更加澎湃的动力，同时呢还能省油。那这台车它是一台高性能的双电机4驱的车型啊，它的最大马力已经来到了952匹，这也是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啊马力最大的一台车了。它能够带来什么呢？3.3秒的0-100加速，这个推背感啊，可想而知。那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混动车型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可能就是馈电情况下它的动力跟不上。但其实你不用担心啊，这台蜂蜜它在馈电的情况下，它的100公里加速也是3秒级的，仅比它的这个正常的提速慢了0.2秒。所以大电池的好处啊，就是你在市区里或者在短途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纯电车来开了。那当然我们现在在评判一台混动车型够不够好的时候呢，也是在说它的充电速度够不够快，充电的时间是不是足够的短啊。那这台车它是一个900伏的架构，并且它是用到了6C 超充的平台。那它的充电的时间呢，从30%的电量充到80%只需要8分钟的时间，这个是让我比较惊艳的啊。那这个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你几乎和加油一样的速度了，对不对？所以呢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里程焦虑的。在市区里的驾驶感受呢，我觉得是非常平顺的。首先啊，它这个马力比较大，你在起步的时候它响应很迅速，我可以去切换不同的驾驶模式，再包括它的悬架的升起和降低的时候也会带来不同的驾驶的感受。当然我觉得这台车啊还可以去到赛道和专业的场地当中去感受一下它真实的实力。来吧朋友们，我们来感受一下它在场地当中能够释放出来什么样的能量啊。首先是一个蛇形绕桩，这一块呢是能够体现它的一个15.5:1的黄金转向比，我们去感受一下。你看我全程是没有踩刹车的，就是它非常的丝滑，并且它在转弯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它这个侧向的支撑是非常的强的，给到我非常强烈的这种驾驶信心。那接下来是一个麋鹿测试，我们要一个全力的地板油，然后再一脚急刹跺下去啊，感受一下，走，哇，3.3秒的0-100加速 ，OK， 一脚大力刹车就过来了，天哪，太爽了！这种极限的工况下，也能够体现出它整个的一个调教啊，就是它的 LTS 的一个专属调教，确实是做的非常的厉害的。接下来是一个高速环道，我们继续往前走。好，入弯，大转向啊！我们在这个高速绕圈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主动稳定感能够感受到它的侧倾是非常小的。蜂蜜这个 DPM 车神模式，就是刚才我在高速入弯的时候啊，就算在湿滑路面，我大脚油门的时候，它也没有过度的限制我的动力，同时还能允许车身有一点滑动，就是感受到了微微打滑的乐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台蜂蜜。那如果你想选择的是一台家用车型啊，这台车一定不适合你。因为这台车呢，它主要想给大家传达的就是它的极致的操控，还有它 LFP 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底盘调教，再有它这样非常引人瞩目的一个颜值，也注定了它是一台非常有个性、非常有性格且非常与众不同的一台车型。